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哈，看到这个图表，应该很多市值型的 ETF 的拥护者会骂我。对，哎，你觉得为什么会骂？不会啦，你知道为什么？就你刚刚已经讲了。对，我先帮自己消毒哈，不要骂太大声。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郭俊宏老师来为大家解析如何靠高配息 ETF 能够退休的时候月领10万。欢迎郭俊宏老师。嗨，宣彤，各位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俊宏，我想请教一下哦，因为你去年2024年出了一本书，叫做《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其实我也瞄了一下啦，那个大概一个重点，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如何确保你将来有稳定的现金流。没错，大家都在讲退休族，可是也有时候可能到了40岁好了，40、50岁，你可能会想要喘息一下，但是你担心没工作就没收入。对，今天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利用ETF 这个工具来让大家有稳定的现金流。不过一开始还是要先请教你说，大概今年以来，其实去年到今年就是一直有变化，就是一下大家觉得市值型的 ETF 好，对，一下又来个配息型 ETF， 然后等到台积电上来又说市值型好。以你的观点，这样子高配息 ETF 还是您对主要的配置吗？我觉得刚刚讲一个重点，我觉得可以先理清哈，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提早退休嘛，很多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好多目标其实都是跟现金流有关系。没错，像巴菲特看的是这个 free cash flow 的这个部分的资讯，所以某种程度呢，这个现金流其实是可以让我常常讲一个名词叫做创造可以预期，然后这个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那其实你就可以提早退休了。而且会有比较安全感。对，那最常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劳保嘛，劳保年金，这个是你不太对不够用，可是你觉得它不会倒。对，但有可能被打折啦，有可能会打折。对，所以话讲回来，其实在这个定位之上呢，像去年的上半年几乎是高股息 ETF 的流量就是说它的声量啊。对。所以自从5月份00940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00940还没有上架，可是出版社就说我可不可以把00940把它写进去？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多红00940。可是到下半年就整个风水轮流转了，然后市值型的又上来了，所以其实一直有两边的大战。所以我刚刚讲，其实我想要提早退休，我想要现金流稳定，所以我其实靠的就是所谓的配息型的 ETF 高股息 ETF。那市值型呢，它其实上上下下对我来讲，它是本金加股利全部都上上下下。所以某种程度呢，它没有给我现金流，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在取舍上面第一个首要的选择。所以如果这个目前的我们现场的听友们观众们，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一定要选边站，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看到这个图表，应该很多市值型的 ETF 的拥护者会骂我。对，你觉得为什么会骂？不会啦，你知道为什么？就你刚刚已经讲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对，我先帮自己消毒不要骂太大声。好，那基本上呢，因为市值型，我们同样的状况，如果我们投入原始100万，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一个假设，然后下跌了50%，其实几乎不管是市值跟配息都跌到一半嘛，50%，50万。可是大家知道50万要再回到100万，你其实是要涨100%。是要涨1倍，对，是要涨1倍，所以它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更多的反弹的力道。对，所以某种程度市值型就是在这里面一个比较辛苦的角色，就是说，如果它一旦跌下来的时候，你要花1倍，可是当然高股息型的配息型，它跌下来一样花1倍，可是差别是在于市值型它不配息的话，某种程度呢，配息目前大家知道。高股息 ETF 大概平均7% 以上的配息率，如果说像0056啦、0878啊、这个918之类的，所以基本上呢，你每一年假设有7万的这个配息回来的话，基本上这个不管这中间的这个净值的波动，其实你每一年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现金流。相对来讲，其实我常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最近我常看到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说，哎呀，台积电跌0050，今年也是这个跌比较多，那我要不要卖掉？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考验心态，就是说你拿不拿得住。
有时候我们要退休，我要累积资产，你是要拿5年、10年、20年，你才可以看到这个绩效。对。可是如果你拿不住，那这个市值型再漂亮的绩效也不属于你啊。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可以透过配息型，每一年它可以把股利跟部分的资本利得，都停利给你的话，那你反而拿得住，然后用时间在等待它往上走。那其实某种程度，你就可以考虑用配息型来做你的现金流的一个规划。那我说为什么大家会骂我？大家会说啊，市值型跌下来很快就上去啊，可高股息跌下来不见得会马上上去。可是其实就是大家去斟酌自己的想法。假设下去又再上来，它还是多了14万这个对这个利息嘛。所以某种程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值型跟配息型，我的做法反而是2个都放在一起，我不用选边站。因为我配息型配出来的这个金额，我可不可以再回到市值型？比如说每一年的7万，我可不可以这个回到这个市值型去逢低买进？我反而可以有机会有预算可以去投入到这个低点的时候，我有买进的一个机会。不是说一买下去就20年不动。如果以我的年纪过去20-30年这个投资经验，其实你去回想有什么事情是一直在高点？从过去的股王可能有宏达电、有华硕有很多的这个股王，可是到后来呢，现在可能就下去了。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用一个动态调整的心态，会是更加的安全。就像江山代有才人出嘛，对不对？对。所以每一代时间你不见得会卖到最高点，所以你要每一代要一直去观察。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图表，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可能今年高股息 ETF 风水轮流转又回来了？对啊，你看在2025年，目前在我抓到3月21号的这个含息报酬是负的5.25%，那这个00919是高股息 ETF 是正的2.03%。那在近3个月来看，其实也都是超过0050市值型。那配息率呢，其实有到12%，是那相对来讲0050的配息率大概是 1.88%，纯股利的一个配息。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不明确，今年川普今年变化非常大，变动非常大，对，没错。所以高股息反而起到了一个所谓的抗跌啦、防御的一个作用。我常常讲一个事情，你现在手头上有10万、20万，你会觉得跌个10%还好啦，反正生活也不会影响。可是未来当你要退休，你可能资产是1000万以上，那你跌个10%就是100万。你去想象你身上有1000万的时候，你可以容许自己短期跌100万的这个心态，你拿得住吗？那高股息某种程度呢，配息型的，它就是已经帮你停利之外，大部分它选的公司，大家知道它里面有一个指标叫做股东权益报酬率嘛，对，所以某种程度它挑的是过去3年。过去5年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持续成长的这些公司，那你就可以比较安心，不会踩到地雷。那尤其在这种2025年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年的上半年，至少上半年可以期待高股息的表现，应该还是会不错。那老师，我们接下来就要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怎么做呢？假设说月领10万，对不对？这现金流到底要怎么样创造？那怎么样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或简单的观念让大家理解？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我们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助影片按赞、订阅、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财讯的会员与观众，那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掌握投资的脉动。基本上我必须说每个人都做得到，可是我刚刚讲一个中间的关键就是拿不拿得住。我有一位朋友，他其实是过去买了一档这个新兴市场的标的，然后他其实可能一开始金额小，可是他后来这个忘了这笔钱存在，然后后来呢，居然这一档也让他赚个5倍以上的这个资金，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也就是说，像我的例子来讲，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每个月从我的薪水里面拿12000，那其实我建议大家怎么去算呢？就是你的薪水就是大概30%去当做你可以每个月投资的预算，所以你是说假设28岁4万块的薪水？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算法，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精算之后，这个1/3的预算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我用每个月定期定额12000，然后呢，现在每一年呢，大概预估的这个定期定额的投报率是10%，用10% 来算，是。那我大概3年，我觉得3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你会感受到，比如说疫情这段时间是每3年几乎
加快了这个景气循环。就股市的这个波动，大概每3年就会有一个股市的波动。是，那我不知道这个波动会不会越来越快可是基本上可以抓3年，所以我每3年的定期定额可能有一定的获利之后，比如3年我总共累积了50万本加利，那我再把这50万拿去做配息的这个标的。比如说你可以选高股息 ETF， 那我这边抓平均7% 的一个配息率。好，也就是说，我3年之后把这50万丢到7%，我每个月就帮我自己增加3000块的一个配息收入。那这些是买 ETF 吗？还是买什么？那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大家知道，在我那个年纪，刚刚讲18年、20年前，有没有这种配息 ETF？那时候做基金。对，所以其实这个历史的演变也还是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我那个年代是从债券型的基金一路演变到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平衡型的配息的基金。然后大家知道，现在高股息啦、配息 ETF 大概是这3年、3-4年的事情。那0056也是后来从半年配改成季配嘛。所以某种程度呢，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过程。所以我早期的时候并不是用ETF 这个所谓的配息型的 ETF， 但是我觉得，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朋友有福了，因为这个那么多选择，以前我们没有这些工具啊，对啊，以前没有啊，说我没得选呢，现在还有在4-5月可能要出这个主动式的配息 ETF，所以我刚刚讲说每3年我就做一次，3年、6年、9年，然后我就把累积的这笔钱就再丢回配息，所以你会发现呢，我每次累积从每个月的3000加薪，然后变6500的加薪，变11000的加薪，但是我都丢回去定期定额，所以我从第3年之后是12000加3000去定期定额，12000加6500去定期定额，所以你会发现我定期定额的本金越来越多，然后呢，我的配息金额越来越高，然后我的本金也开始在累积。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过程当中，我用这个试算的过程，其实我只花了每个月薪水的12000。可是我未来不会加薪吗？会啊，一定会嘛，每个人一定都会加薪。但是你还是维持在原始的12000，你可以维持，或者是你想要加速，你就自己再加嘛，或者是你有12000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想要投资其他的标的啦，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弹性应用。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对，因为我的这个预算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不用投入太多的金额，可是我每3年我会发现我其实是我的这个被动收入是越来越高。当你去想一件事情，被动收入来到了32000多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40几岁嘛，那你会想说，其实大概我新收入的一部分，它基本上好像可以 cover 到我一部分的支出了。必要性的支出，你会开始觉得你有更多的钱可以运用，开始觉得我可以实现，也可以去买房啦，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你开始想说，你的工作压力好像我不需要特别加班，不需要去赚额外的收入，不需要去领第2份，不用去做额外的兼差，所以基本上这个我觉得关键是想要跟各位分享是心态的转变，就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边投资边享受。可是你从市值型，你几乎就是你要一直等到后来的一个累积的效果，你这中间必须要一直拿得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金流最大的好处。那当然后来当这个累积越来越大，你看我的这个配息从32000，然后再回到这个12000，加起来是每个月就有4-5万块钱在做定期定额，所以想当然了，你之后的本金就很快的来到1000万的一个水准了。所以我建议这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参考。如果你说你12000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就是用等比例去计算。对啊，10000块或几千块，反正你就是要想办法存。对。可是老师，我顺便问一个小问题你在这么多年之间，你会不会有曾经这种？因为纪律是最重要的，没错。你怎么做到的？会，基本上纪律，其实我的确有遇过，在2008年嘛，那时候金融风暴，对，雷曼兄弟，甚至在 SARS 的期间，其实我会建议年轻朋友一定要经历过1次以上的金融风暴，你才知道金融风暴对你的这个影响是大还是小。我记得我当年的确很多朋友，大概那个时候腰斩了40-50%嘛。对，那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都离场了，因为我们都看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可是呢，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后续有做数据上，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数据慢慢的你发现你还是需要靠一些数据，客观的数据来避免你的心情受到影响。所以后来呢，我的确有做了一个部分的一个赎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养了一只金鸡母。
然后他已经在帮我生金鸡蛋。如果我把这个都杀掉的话，那我可能就连这个配息都没有了。然后我可能不止配息没有，然后我的这个本金也受到损失。所以我那个时候反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让我可以把我的这个部分的资产留得住。可是我这边呢，我是不是定期定额的这边还没有投入的部分，我就在观望，我就部分赎回现金。对，反而在这个做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是我反而把这个我的配息，我不会动它，可是我的这个还没有配息的这个部分，我是可以去做一些所谓刚刚提到的，我担心嘛，我可以做转换现金，等待下一次的进场的机会，这样。OK， 老师，那这个是属于假设说28岁，这个应该是说年轻人，对，年轻人开始累积，对。那假设说现在 ETF 工具来了，对，那如果我已经退休了，或者我已经差不多要退休了，那怎么办？我没有这么多年可以重新累积，怎么办？好，那没有这么多人可以累积呢？当然，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股加债啦。股加债对，然后呢？为什么股加债？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应该是对债这件事情是看不上眼的，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资本利得，5%什么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思。没错，可是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你在后期慢慢加入债的部位。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在债券的部分呢，其实我会在退休的时候，我不会去投资公债为主，我反而去买公司债。公司债，因为公司债呢，仍然有目前的殖利率大概甚至有到5-6%以上了。对，那所以换算下来呢，其实我平均的这个投资组合的配息率仍然有7%以上。其实没有变，只要加入一点债券的部位，大概30%。所以我现在其实今年2025年，大家可以观察这3档009190、0088跟0056，因为基本上他们的配息率跟他们的配息时间基本上是错开，可以制造一个月配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比例呢，我觉得特别可以提到0056。那0056呢，基本上它其实跟其他档最大不同是，它成分股的挑选是用未来1年的这个所谓的获利成长的一个空间，其他大部分都是用过去的历史资料。那大家知道2025年川普的变数很大，所以未来的这个获利成长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是更有参考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今年可以特别关注0056它在这个观察未来获利表现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样子形成一个月配，然后呢慢慢去加重债券的部位，30% 啊，或者是当你到退休的时候加到40%、50%。那我都是用公司债，原因是其实在我在退休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承受一定的风险，只是债券呢，它的特色就是帮你去稳住你的配息，主要不是资本利得。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债券主要不是资本利得，可是它因为债息相对稳定，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配置去让你的现金流更稳定。那如果要问说，那70-80岁以后怎么办？70-80岁我不想要再看这些股票了，对不对？好好享福就好。对，好好享福就好了啦。跌涨看真的没有脑袋看。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个叫特别股了。殖利率大概有5% 上下，5-6%。那相对来讲，它是跟利率的波动比较有关系，它也比较是防御类型。所以我在70-80岁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没70-80岁嘛，所以我之后会把这些资产换到特别股，它每一年呢给我6% 5%，其实就够了。然后呢，剩下的因为它的净值波动不大，那我就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看市场，就是可以用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调整。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是退休族的话，对，随着年龄越大，他越需要的是更安全、更稳定一点，就是也许报酬率没那么高，但它需要的是稳定、更稳定，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搭配一些这个公司债券这些。刚才我们讲到一个说方便的方法，就是自己怎么样自主调整。那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些，比如说0056、0088、00919，其实他们的配息的月份都变成你每个月，所以就会达到你刚刚讲的月配，然后每个月拿个10万什么这样子的。对，而且重点是这3档目前都很争气，在今年2年还蛮争气的。那你讲的争气，我们就讲到第3个问题，就是现在股市真的就像你刚刚讲川普嘛，现在股市就变化，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现在假设说我们看到了这一期的节目，有人真的不管是累积族或退休族，他真的想要这样开始做，他除了研究以外，请问现在适不适合就马上就投入买？今年其实我常讲，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嘛。好，3遍。美股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川普2.0目前他其实有一个利空，一个利多，一个大家担心的是关税，可是他在他的政见里面有一个叫企业减税。
企业减税，其实他一直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有发现他上任之后一直没有提到企业减税，那当然他有执行上面的一个，比如说他要经过参众两院的一些通过什么的，但是你要注意，他现在川普在关税，他其实有讲说，我现在做关税要干嘛？我就是要增加我美国的收入嘛。他增加，就是觉得他被欺负了嘛。是，所以某种程度，其实现在美国的这个，他不管未来的关税的变化如何，现在有点是先喊后谈判。现在的状况是先喊后谈判，可是你要知道，它其实后续它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它是在减少美国的这个支出。第二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它其实还有一招叫企业减税还没有用。那另外呢，现在联准会也是降息2码到3码这样子的一个几率，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某种程度美国还是有利多，再加上我要讲的是 S&P 500的今年的获利仍然有机会超过去年的，就是科技产业，是第二个就是生技医疗产业。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今天有仔细看的话，这两个除了科技跌升之外呢，生技医疗产业今年到目前为止表现最好。我跟各位讲几个产业啦，生技医疗啦、能源啦、公用事业啦，这几个产业还有金融这几个产业今年都相对抗跌哦。所以某种程度你只是看科技的话，你会觉得哇，美股真的跌很多哦。可是实际上你看其他产业，一篮子的美股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标的存在哦。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看哦，我想跟各位用一个最简单的技巧哦。我刚刚讲那么多，其实就一个关键，就是你会发现都是一种恐慌的心态。川普做的事情是为美国优先，所以在美国的基本面其实不差的一个情况下，基本上它是一个情绪的恐慌。那我们就用情绪恐慌教大家一招，情绪就是 VIX 恐慌指数，对 VIX 恐慌指数VIX 恐慌指数呢，大家可以看到是蓝色的这条线然后呢，这个红色的是 S&P 500 S&P 500的指数。你会发现，当这个恐慌指数飙高的时候，通常都是 S&P 500相对的低点，所以呢，几乎是一个不例外的一个情况，都是急跌带来急涨，急涨带来急跌。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恐慌指数的飙高，的确呢也带来了一个 S&P 500的下跌之后，其实你也看到有一个反弹。对，所以你可以，如果说我刚刚假设是说，目前假设美国或全球的经济都不是太差，基本面不是不好，就基本上不会崩溃，对，企业获利还是成长的。那其实你可以透过 VIX 恐慌指数飙到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在20以上你就小买一点，25以上再买多一点点。如果飙到30以上，某种程度它其实是已经有过度恐慌。你会说，你知道金融风暴的时候，VIX 恐慌指数到达最高点是多少？80几是不是？对，80几嘛，对。其实我是要考那个啦，好，在座的各位，基本上，所以你会发现呢，当这个几乎你可以 VIX 恐慌指数到30以上，甚至呢有机会到40、50、80的话，那个真的就是你一个很好的加码机会，因为80那个时候通常真的都是所谓的踩踏式的卖压，这个时候通常很容易就是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所以某种程度呢，我刚刚这样的一个举例，就是川普2.0带来的其实只是情绪的恐慌，不是基本面真正下修，所以你可以透过恐慌的指数来去做适当的分批进场买进的一个机会。现在这样的水准就还现在其实已经有稍微降下来了。对，现在假设20，现在是20不到。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像你就等待，就不用刻意去说我现在要加码。可是，一旦升到20以上，你就可以小买一点，比如说你的闲置资金的20%。那如果到25%，像25以上，像过去最近这几天呢，其实拉到这个时间点呢，大概会是在25上下。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它就弹上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25，你就加多一点。刚刚比如说你资金的30%，然后呢，那它就可能有机会反弹，而且呢，其实这很适合在配息型的 ETF。为什么？因为你买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买这个下跌的时候买到净值，是不是你的单位数比较多？单位数比较多，是你的配息金额也会增加。这样子的一个跌了就买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很适合在今年的这段时间去做一个波动的加码。对，大概就是比如说20、25、30这些标准，大概要注意，要非常注意。没错，就是不是要再多买一点？是 OK。好，我们今天很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技巧就是这个月配能够让你50几岁就拿到，大家都可以对，每个人都可以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如果您支持我们的节目，请帮我
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财讯其他的影片。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谢谢老师，谢谢。